从今天起，解除我的丈夫顾延琛集团总经理的一切职务，并收回所有股权。苏总，这太突然了。是啊，婉晴，要是你这么做，不仅会让他破产，更有可能让他背上上亿的债务。不必再说，我心意已决。3天后，集团发布正式公告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办。顾衍琛，你背叛了我们7年婚姻，我会让你一无所有。为何绚烂叫人扑空？为何爱我正与我牢笼？刘姐，这是玫瑰花，再往右边一点，要正好在灯下里。往左边，他们火头呢最小火的压力，延伸最小。小安，今天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，爸爸马上就要回来了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惊喜。太太，小少爷已经睡醒了，快让我看看。来，小安。延琛，你快看，小安今天可有精神了。天天在家白吃白喝，净花我儿子的钱，让你照顾个孩子嘛，跟有多大功一样。哎呀，就少说2句吧，待会儿不是还有正事要谈吗？妈就是这样，你别放心上。衍琛啊，你不是有要紧事要和婉晴商量吗？就是，该说的总得说，别磨蹭。怎么了，爸妈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衍琛，是公司有什么事儿吗？婉晴，有件事呢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什么事儿？你能接受我有另外一个孩子吗？我有另外一个孩子，我有另外一个孩子，我有另外一个，我有另外一个孩子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，浩宇，快去喊爸爸！爸爸！乖儿子，爸爸！乖儿子。还有呢，那边是爷爷奶奶。哎呦，我的贵孙，看让奶奶好好看看。哎呦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衍琛的大学同学，也是天成集团的副总苏雨然。浩宇，快过来。婉晴，这是我跟雨然的儿子，顾浩宇。你说这是你儿子？我跟雨然已经在一起4年了，这4年，我体谅你们母子，却委屈了他们，一直让他们住在外面。但现在，我们浩宇长大了，需要稳定的家庭环境跟名分，所以啊，我也不想再让他们躲躲藏藏了，我要让他们名正言顺的陪在我身边。顾延琛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当时结婚的时候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和别人在外面有个
孩子。少在这儿翻旧账、哭哭啼啼了。人家雨然可是集团的副总，不像你只会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。哎，婉清啊，爸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不过雨然已经给衍琛生了孩子了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。爸妈，你们也这么觉得？婉清姐，我和衍琛是彼此的初恋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我答应搬进来，只是希望他能够幸福。如果我的出现让你不高兴，以后我会补偿你的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出我家！走，滚出这个家！干嘛？苏婉晴，你发什么疯？发疯？对，我是疯了。我疯到被你们一家耍得团团转。我疯到以为我的真心能换真心。这么多年，我努力工作晋升经理，都是雨然在公司帮我，而你呢，只会在家洗衣做饭，什么都不会。是我让你在家享了7年的福，没有我你早就饿死了。我没有帮你。衍琛的身体才刚刚痊愈，他总是为了工作不肯好好休息，我不忍看他把身体熬垮。我决定今后退出集团，安心照顾他。苏总，现在正是集团的关键时期，不能没有您啊！我会把经理的位置交给衍琛，暗中扶持他，给他最好的一切。这7年来，我像个保姆一样照顾这个家，照顾这个孩子。你说我这是享福？哎呀，够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决定就是娶你。后悔？5年前你重病在床，是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你，陪你治疗，你现在跟我说你后悔？我的病可能好不了了，你找个好人嫁了吧，我不想拖累你。你怎么会拖累我呢？这辈子除了你，我谁也不嫁，我永远也不会和你分开。那我们永远也不分开。婉晴，娶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。顾衍琛，你忘了你之前对我发过的誓吗？衍琛，都是我的错，让你们吵架了，要不我还是走吧。这是我给你和爸妈准备的礼物啊，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这可是限量版的宝石项链，太贵重了。妈，你喜欢就好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雨然，该走的人不是你，是他。苏婉晴，我给你2条路选。第一，
让雨然和浩宇留下来，你好好照顾他们。我还可以勉为其难的让你留在家里。第二，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，非要闹，那我们就离婚。离婚？离婚？没错，像这种没用的人，就得跟他离婚。离婚。我7年的付出，到头来，在你们心里就是个没用的人。要说付出，这些年都是我儿子在外辛苦打拼，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你付出的那点算什么？他现在啊，马上就要升经理了，你就别耽误他了。就是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没用。我们以后的高级疗养院还得靠人家雨然呢。想离婚？好，我成全你们，但是孩子，我必须带走。拦住他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苏婉晴，你一个靠我儿子养了7年的家庭主妇，离开他你就会身无分文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想带走孩子，做梦！我的儿子，我自己能养，用不着你们操心。你想走可以，但是孩子必须留下。小安，苏婉晴，我跟雨然工作都忙，家里暂时还需要人照顾。看在我们有感情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照顾好雨然还有孩子，你还是小安的妈妈。顾言琛，你怎么能说得出来这种话？小安是我从鬼门关一次次闯过来，拼了半条命才生下来的孩子，由不得你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小安。小安，好，我留下来。我留下来。听话就好。早这么识相不就好了吗？白闹一场，搞得大家都晦气。放心，姐姐，以后我不会让你难做的。既然都已经选择留下来了，那就把这儿都打扫干净。我这儿不养闲人。走，走。姐姐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呀？你们，抱歉啊，言琛哥说我住不习惯客房，还是卧室舒服。我想着你今天应该住在客房，就……姐姐，你该不会生我的气了吧？婉晴，你以后睡客房，主卧呢？就让雨然来睡。没事的话，先出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姐姐，房间里的那个避孕套用完了，
你能不能去储物间帮我们拿一盒新的来呀？行了，婉清，别吃醋闹情绪了。今天先这样，明天我去你房里，行吗？顾烟尘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姐姐，你怎么还打人啊？消消气。你看这身衣裳，我穿着比你还合适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……不许！是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生在了这样一个家庭。你再等等，再耐心等等嘛。妈妈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安安最乖了，对不对？你干什么？把儿子放下来！哎，你儿子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这孩子是我的。你说什么疯话呢？这分明是我10月怀胎，拼了半条命才生下来的孩子。10月怀胎？是啊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姐姐。不过，在你做试管的时候，我安排人把你的胚胎换成了我和衍琛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怀胎10月，你又打无数胞胎针，难产大出血，在手术台上剖腹，差点死掉，生下来的却是别人的孩子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和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，白纸黑字，生物学上的母子关系确认无误。啊，对了，在你为了生孩子大病一场的时候，我和衍琛哥正在旅行庆祝呢。他呀，可是一点都不知道担心你。不许接，你只能爱我一个。儿子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顾衍琛，他知道这一切，他都知道。当然知道了，没有他的默许和安排，医院怎么可能动手脚？他一点都不想跟你生孩子，你懂吗？在他眼里，你就是一个乏味无趣的家庭主妇，你就是一个黄脸婆。黄脸婆，黄脸婆，黄脸婆。苏玉然，我和你拼了！我打死你！你还敢打我？我和你拼了！景云，苏婉清，干什么？放了雨然！衍琛哥，快来救我！衍琛哥，姐姐她突然发疯，她还打我，你看都把孩子吓坏了。
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！骗我，都在骗我！疯了，他真是疯了！你给我住手！都是假的，假的。太太，您去哪儿？都在骗我！反了，彻底反了！疯婆子要把家拆了呀！快拦住他！苏婉清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再发疯，我就把你扔出去！我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小安！你们的儿子，我不要。苏文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你能去哪儿？跟我道谢，回家。放手，你顾衍琛，你最好记住今天，记住你是怎么把一个全心全意爱了你7年的人，一步步变成了你的敌人。你的报应会来的。苏婉清，我看你离了我，离了顾家，你怎么活下去？你会跪着回来求我，我等着。抱歉，女士，这是总裁专属通道，不对外开放，访客请到前台登记预约。女士，这现在我可以进了吗？总裁，对不起，您请进，欢迎回来。不哭。这保姆怎么还没来啊？都怪我，不如婉晴姐会照顾孩子。雨然，她也就只会干点杂活，自私自利，连孩子都抛下不管，哪比得上你体贴啊？等她回来，我绝不会原谅她。什么？苏婉晴进了总裁办公室？苏婉晴进了总裁办公室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集团的人打电话跟我说，苏婉晴进了总裁办公室，他一定是把这件事捅到总裁那儿去了。什么？这个小贱人，你圣经里的事可千万不能被他影响啊！这个苏婉晴就是见不得我好，居然能在背地里耍阴招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居然会娶了她。燕山，你别着急，我平时跟总裁的那个林助理关系不错，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探探总裁的口风，顺便再帮你美言几句。啊，好。来，打。这个顾衍琛也太不像话了！这些年要不是你暗中帮助他，凭他的能力根本就不会走到今天。
他倒好，居然出轨背叛你，简直就是恩将仇报。喂，林助理，我是小苏，我想向您问个事儿，就是关于顾衍琛任命总经理的事儿。总裁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变动啊？总裁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变动啊？苏雨然，总裁的人事任命也是你能打听的？是，我就是怕有的人别有用心，在总裁面前风言风语，让他误会了。顾衍琛的能力您知道，那绝对是经理的最佳人选啊！行了，转告顾衍琛，让他好好的准备今晚的周年庆，到时候他就知道了。好。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林助理让你好好准备今天的宴会，总经理的位置肯定是你的。雨然，我就知道还得是你，要是没有你帮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，说什么呢？我对你的感情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变过，等你当上了经理，可要好好报答我。还是雨然有本事，咱家呀马上就要风光了。是啊。苏总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通知行政部和公关部，庆典宴我会准时出席。是，苏总。这次我会让顾衍琛彻底看清自己的位置。盛宴已经准备好，我亲爱的丈夫，你可要好好享受啊！往年周年庆可没这么热闹，今年公司没少花钱呀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这董事长啊就要回来了。董事长？那个消失了7年的董事长？咱们天成集团的董事长除了他还能有谁呢？顾经理，你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这晋升通告啊，10有8九是董事长亲自发的，多大的面子呀！这以后啊，可要仰仗顾经理啦。来，各位言重了，以后大家多多关照啊。董事长，以后你就背靠董事长了，不会嫌弃我吧？说什么呢？我能有今天，还不是你在背后帮扶着？我害怕我以后工作忙了，没时间陪你，你嫌弃我呢？我又不是什么家庭主妇，哪有时间天天黏着你啊？提起这个我就烦。苏婉晴这个黄脸婆，我整天好吃好喝伺候着，就让她做饭好孩子，她倒好，反倒给我甩起脸色了。都是惯的，我就不信，没有我养着，她怎么活下去？苏总，周年庆已经准备完毕，造型师也在楼下等着。走吧，去见见我的准前夫。是，苏总。如果婉晴姐在就好了，正好带她来见见世面。见什么世面？就以她那个臭脾气，一点就着，她不还得把房顶给掀了？到时候再把我工作给搅黄了。别这么说，婉晴姐人挺好的。哎呀，好什么好？你看看你，再看看咱们那个隐秘的董事长，都是女人，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呀？也不知道啊，这董事长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今天可要好好表现。
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董事长吧？没想到这么年轻。他和董事长可不配相提并论。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苏婉清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警告你，今天的宴会对我很重要。你要是把我工作搅黄了，我跟你没完。谁说我是来找你的？姐姐，你就别口是心非了。既然你放不下衍琛，就乖乖回来。爱作的女人可不招人喜欢。我没有招垃圾喜欢的义务，你要喜欢自己留着去。苏婉清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对待白眼狼出轨男的态度。别惹我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早一点一无所有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，这些年要是没有我养着你，你早就饿死了。顾延琛，你真是好大的脸啊！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提前看清你的人渣本质，害我白白耽误了7年。苏婉清，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衍琛这些年养家糊口，任劳任怨，你体谅过他的不容易吗？你的7年，那也是他的7年啊！他的7年，出轨4年，恶心至极。苏婉清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有能耐你离婚呢？赖着不离婚，不就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好等着自己要被饿死了，求我给你口饭吃吗？签字。苏婉清，我本来还想看在这些年的份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既然你自己不懂得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不行。滚，赶紧滚！以后你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。7年婚姻，一场噩梦，到此结束。该滚的人是你。这场宴会本身就是为我准备的。苏婉清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天辰集团会为你准备宴会？顾延琛，自以为是的人也是你。要是没有我的帮助，你连经理的位置都坐不稳，别说总经理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想让衍琛高看你一眼，但是你这样也挺可怜的。女人啊，得有一份自己的事业。哦，差点忘了还有你，苏雨然。你口口声声说着尊重女性、女性独立，但你知3当3，简直可耻。苏婉清，你说话别太难听了。你们难看的事儿做了那么多，现在知道要脸了？够了！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了，赶紧滚！今天要是影响了我晋升，我跟你没完。晋升你就别想了，等着收辞职通知吧。你咒我，苏婉清。你自己烂泥扶不上墙，还想把我拉下水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恶毒啊？你没发现的事儿还多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那是董事长的位置，快拦住他呀！苏婉清，这是天辰集团董事长的位置，你简直是疯了！我的天，他居然坐了董事长的位置！董事长退隐7年，这个位置从来不敢坐人，这已经是天辰集团默认的规矩了。他可别拖累我们呀！你快去啊，快去啊！走！苏婉清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？那是天辰集团董事长的位置，是整个金融行业的风向标，还是云城的首富。人家随便挥挥手就能够要你这条小命。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想活了，别带着我们一起死。苏婉清，直接毁了我们啊！一个位置而已，你们就怕成这样？可一个家庭主妇的尊严，就是你们可以随意践踏的吗？哎，行了，苏婉清，我没空跟你扯皮了。现在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识相点，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就让我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。别跟他说废话。保安，谁在闹事儿？王队长，快把这个贱人抓起来！他刚才居然坐董事长的位置。什么？闲杂人都滚出去，不然别对我动手了。老王，你看清楚我是谁。
我管你是谁呢？你不认识我了？哎，别跟我套近乎啊！我可没见过你。我从小在老宅长大，很少去公司。后来我父母因为空难去世，我继承了公司，然后遇见了顾延琛，很少露面，也难怪你会不认识我。看他这么信誓旦旦的样子，难道他真的是董事长？老王，你别被他骗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她就是我那个得了更年期的怨妇老婆啊，不，现在已经是前妻了。她得不到我，就想毁掉我。顾延琛，你真恶心！苏婉清，你演够了没有？老王在公司做了30年的安保，只要任职过的员工他都认识，即便董事长不怎么来，那也是董事长，再怎么也认得出。姐姐，你别再闹了，别惹怒了董事长，牵连了衍琛。苏婉清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赶紧滚，不然老王可不是吃素的。老王，你最好看清楚我是谁，可别抓错了人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董事长？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万一她真的是，天辰的怒火不是我能承担的。行了，老王，我用我的前途来保证，这个黄脸婆绝对不可能是董事长。我告诉你，抓住冒牌货，那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啊！老王，我以天辰集团副总的身份命令你，把这个冒充总裁的女人给我赶出去，有什么后果我担着。嗨，把这个冒牌货给我赶出去！是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就是天辰集团的董事长苏婉晴。你说你是，你就是啊！我还说我是董事长呢，有人信吗？啊！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给总裁助理林薇打电话，问问他我到底是谁。好，你们不打，我打。什么真实身份啊，苏婉清，你别在这白日做梦。现在林助理正在接待董事长，你趁着这个时间给他打电话，不就是想打扰董事长，从而连累我吗？苏婉清，你的心肠可真够歹毒的。无耻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！顾延琛，放开我！放开！这是什么呀？还给我！这个是苏婉晴还有她死去爹妈的合照，那很重要啊。来看这里，小猪肥不肥？肥。OK， 闭仓吧。婉清，我和你妈要去国外谈几天生意，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哦。放心吧，爸妈，1周而已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MH600发生空难事故，机上人员无一生还。爸妈，想不到，这是我们一家人最后的合照。别动他，还给我！经理的东西你也敢抢？真以为我们天辰集团是软柿子啊？这样吧，苏婉晴，你呢，跪下来，给我把鞋擦干净，我就把照片还给你，怎么样？顾延琛，你无耻！怎么，之前在家可以给我擦，现在翅膀硬了，便不行了吗？你说话算数！我可是天辰集团未来的总经理，我说话当然算数。好，我擦。苏婉晴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把照片给我。笑一笑啊，搞这么压抑，太他妈晦气了。刚才不是很硬气吗？你不说自己是董事长吗？啊，董事长能因为张破照片就给我擦鞋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整成这副样子，太可怜了，我都有点同情你了。玉然呐，你还是太善良了。像这种贱人就不值得同情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刚才我们不是给过他机会了吗？
是他自己不珍惜，所以现在落得这副田地，也是你自作自受。周总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顾远琛，求求你把照片还给我。我这个人呢，说话最讲信用，我说还给你，就一定会还给你。你说这人呢，也确实是同灾不同命，同样是死了爹妈啊，人家董事长的爹妈给他留了这么一大间公司，而你的爹妈只给你留了这么一张臭照片呢。想要啊？照片就在这儿，你自己过来拿呀。顾远琛，我和你拼了！来人，把他丢出去，越远越好。趁着董事长没来，别脏了他的眼。好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林助理，你今天过来怎么不说一声啊？我好去接你啊。林助理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是林薇，林薇，我在这里，救命！这可是董事长回来的第一场公开宴会，千万不能让林助理发现出了岔子，不然工作难保。董事长提前来了宴会，我临时有会没能陪同，怎么不见人啊？什么？董事长已经到了？董事长肯定有事耽搁了，我们来得早，没见到像董事长的人啊。警告你们别闹事，惹了董事长，谁也别想好过。是。林助理，你就放心去找董事长吧，有我们在，什么捣乱的垃圾人，我们全都能处理掉。还劳烦您在董事长面前多美言几句。是董事长的手机，这手机的主人呢？林助理，你认识这手机的主人啊？手机的主人在哪里？3分钟内如果找不到这个手机的主人，在座的各位后果自负。他在那儿。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好大的狗胆！都哑巴了？林助理，我只是个巡逻的，都是顾衍琛和苏雨然指使的。老王，你怎么了？还不让人说实话了？我要知道苏小姐是林助理的朋友，打死我也不会听你们两个在那胡说八道。哎，林助理，你要找人算账，就找他们两个。林助理，你别听老王胡说，都是苏婉晴搞的鬼，所以我才叫的保安。我这也是为了董事长着想啊。是啊，是苏婉晴来纠缠衍琛的，故意来捣乱的。借口荒谬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两个女的勾搭有妇之夫，知三当三，泡的一手好茶；男的婚内出轨，虚伪卑劣，妄图让两个女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。21世纪怎么会有你们两个人渣？哎呀，林助理，你别听苏婉晴的一面之词，不是这样的。事到如今你还在嘴硬，你知道你欺辱的人是谁吗？是。这一巴掌是因为你打伤了我。苏婉晴，别得寸进尺。来人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！我要报警，我要起诉。林助理，咱们都是为董事长做事的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滚！再废话，下一个就是你。这一巴掌打你婚内出轨，背叛我们的感情。这一巴掌打你虚伪残忍，居然亲手让我抚养你和小三的孩子。这一巴掌打你偏心公婆，从没有为我出过一次面。这一巴掌打你损毁了我和我父母的唯一一张合照。最后一巴掌，我打你不知好歹，明明从我这里获得了名和利，却从来都看不到我的付出。顾衍琛，从今天起，你从我这里得到的一切，我都会收回。
把他带走。林薇，你别以为你仗着董事长助理就可以公报私仇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是董事长面前的红人，他亲自通知我晋升总经理的。就你这副德行，还妄想当总经理，做梦！你什么意思？衍琛，他手里拿的应该是你晋升总经理的合同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顾衍琛，没错，我就是顾衍琛。顾衍琛先生，哎，你被解雇了。啊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今天是我晋升总经理的日子，董事长亲自通知我的，绝对不会出错。这份文件的公章只有董事长才有。这不可能啊！明明是晋升，怎么变成解雇了？除此之外，你的股权也会被收回。什么？不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差错！我要见董事长！我要见董事长！顾先生，请你冷静。这些年，我为公司勤勤恳恳，凭什么无缘无故就解雇我？我不服！我要见董事长！我要见董事长！董事长不会见你。林助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告诉我，让我在家准备。我是叫你准备，但不是晋升，而是滚蛋。还有你，苏雨然，你品行卑劣，虚伪自私。从现在开始，解除与天辰的一切劳务关系。什么？苏婉晴，我真没想到，我们夫妻7年的感情，你居然联合外人，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报复我跟雨然。我要上报董事长，戳穿你们的真面目。顾衍琛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苏婉晴，顾衍琛，事到如今，没了天辰这个稳定的资金来源，你的资金链撑不过2周。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还上你那几个亿的债吧。苏婉晴，苏婉晴，苏婉晴，你给我回来！苏婉晴，你们2个居然斗不过一个家庭主妇！哭，烦死了！张妈，把孩子带下去。苏婉晴在的时候，好歹还能哄个孩子，你呢？当初信誓旦旦地说可以让衍琛升职加薪，现在呢，不光没晋升，连工作和股份都丢了。苏雨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天辰集团的副总吗？怎么让一个黄脸婆去给我晋升的事给搞黄了？现在有这2个孩子，算是和这家人锁死了。我必须稳住这家人，才有翻身的机会。衍琛，都怪我。是我的出现惹怒了姐姐，她才迁怒于衍琛，影响了衍琛的事业。如果我要是能有林助理那样的关系就好了，只要能在董事长面前美言几句，那总经理早都是衍琛的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说这些没用。现在我们2个的工作都没了啊，下个月的车贷、房贷还没有着落。又有2个孩子要养，现在该想想这件事该怎么解决。你别看我啊，我可1分钱都没有，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去。既然苏婉晴有这么硬的关系，大不了让衍琛再把她娶回来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等见到董事长，顾衍琛总有翻身的一天。等时机成熟，我非把这个老不死赶出去。妈，衍琛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见到天辰集团的董事长，向他揭露苏婉晴和林薇的种种恶行，这样咱们才有机会翻身啊。雨然说的没错，只不过这董事长都已经7年没有出现了，想要见他，谈何容易啊！听说天辰集团的董事长明天去云起饭店谈事情，我们去云起饭店一定能看到他们。顺便，咱们一家人也聚一聚。好，爷爷奶奶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去，你们有钱去吗？房贷、车贷怎么还？爸妈，云起饭店是我朋友名下的饭庄，明天的事儿我来安排，你们就瞧好吧。这是顾衍琛和苏雨柔手底下的项目，
苏总啊，你7年没有参与集团的决策，能力退没退步先不说，刚回来就把副总和经理辞退了，是否太过独裁？他们手下的项目已经开展，现在负责人没了，谁去接手这个烂摊子啊？数据悬浮，成本过高，同等条件下，成本可以压缩6.9%，缺乏对下沉市场的实际估算，很难落地。这几个项目能开展，在座的各位都有失职，摊子，烂摊子罢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如果违约，损失的可是天成的信誉啊！尤其是云体饭店的升级策划，合作方是海外的公司，现在停止，对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啊！3天之内给我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，我会和天成集团共同面对。至于云起饭庄那边，我会亲自跟进。散会。通知云起饭庄清场，我过去一趟。好的，苏总。天哪，玉然，你朋友居然有这么大的产业！不愧是号称只接待非富即贵的海城第一饭庄，果然豪华。玉然，没想到你居然认识云起饭庄的幕后老板，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你们要是喜欢啊，以后可以随时过来。哎呦，还得是玉然，要是那个废物啊，我们现在肯定在家吃他做的泔水呢。可是这儿怎么没什么人呢？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有人已经包了场。什么包场？连老板的朋友都不让吃饭了？什么老板的朋友？你眼瞎呀？老板的朋友都不认识了？你们刘经理肯定是知道我今天要来，所以特意包的场。怎么，你一个小服务员还敢拦我？经理说苏总要来视察，所以提前清了场。可苏总从来没有公开露过面，我哪知道他长什么样？难道刘经理的这位朋友就是苏总？请问您贵姓？苏。抱歉，苏总，是我没有认出来你。你个小服务员还挺会来事儿的嘛。苏总知道你们要来，饭庄早就清了场。祝各位用餐愉快。玉然，我们真是沾了你的光了，才能来到这么高档的地方。以后注意点，认清楚，不然开除你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食材要最新鲜的，我宝贝孙子可金贵着呢。61年的白马，好久啊！快上菜，快上菜！好的，各位请稍等。爸，你要是喜欢就多喝点儿。你儿媳妇啊，跟着云起饭庄的刘经理是好朋友，就当自己家一样，是吧，玉然？他们点的这些东西可不便宜，尤其是酒。不过这云起饭庄的项目是我负责的，刘经理和我交情不浅，连服务员也在认出我后态度大变。白吃顿饭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爸，衍琛说的对，你不用跟我客气啊，随便点。哎呦，还是玉然大方啊！对了，衍琛啊，你既然已经离婚了，那就跟玉然挑个好日子去民政局把证领了。放心吧，爸，我已经让人给看日子了。哎呦，这才像个家嘛！以后玉然啊，就是我们顾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了。这个好啊！还是玉然忘我们老顾家呀？那个废物啊，整天耷拉个脸，好像谁欠了他似的。哎呀妈，别提那个黄脸婆了，离了我以后啊，她早晚饿死街头。顾衍琛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苏婉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来饭庄当然是吃饭的。这是云起饭庄，随便一道菜都够买你命的了，别自取其辱，识相点，赶紧滚！
不要脸呀，还要赖在这儿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里已经清场了。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云起饭庄为雨然清的场，我们当然进得来了。反倒是你啊，没有雨然的同意，谁让你出现在这儿的？我看你是离了我，饭钱都没有了，所以才追到这儿来了吧？我们顾家可不要你这种废物，和雨然一比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也就我儿子善良，白养了你7年。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苏万清，你是打算自己滚，还是我叫保安把你轰出去？61年的白马，挺会喝。不过，你们结得起账吗？婉晴姐，这就不用你担心了。就凭我和刘经理的关系，这顿饭肯定是他请客。别说是这一桌菜，就是把这整个饭庄包下来，也轮不到我花钱。刘经理的朋友？就你？话说，你这辈子应该都没吃过这么好的菜吧？既然都来了，那也不能让你只看着。那桌上剩这些都归你了。苏万清，别装了，没有我，你兜里连吃盒饭的钱都没有吧？啊？那，吃吧。没事吧？苏万清，你敢对我动手？婉晴姐，你非要把事情闹成这样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付钱，然后滚蛋！真是反了你了，害得我儿子儿媳丢了工作，现在还敢打他！你真是以为没人动得了你了是吗？苏万清，你真要撕破脸！我们老顾家跟你分赔到底。还挺团结的。不过这桌270万，你们打算怎么分配？苏万清，你能不能别装了？我付不付得起，用得着你管吗？你操什么心呢？还是说，你打算用这种装疯卖傻的方式引起我注意？我告诉你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我跟雨然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人渣配小三，恭喜你！姐姐，我们这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爱情，有什么错吗？跟这个贱人废什么话？苏婉晴，你真以为有个什么助理亲戚就能骑到我们头上了？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贱人，还敢拦我！我不光拦你，我还敢打你！妈！苏婉晴，你敢打我妈？原本我是不打扰人的，可惜他为老不尊。放松放松，深呼吸深呼吸。婉晴姐，你还敢打妈？你太过分了你！保安，保安！他动手打人，把他抓起来，送去警局。云起饭庄，现在给我滚过来！还学会叫人了？告诉你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！把他给我送去警局！谁敢动我，后果自负。苏婉晴，你是不是被我跟雨然的婚约刺激的精神反常了啊？你这样子能唬得住谁呀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赶紧滚啊！该滚的人是你们。是我的错觉吗？这贱人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压迫感的眼神？完全不像个混吃等死的家庭主妇。你这个坏女人，不许你欺负我吗？哎浩宇，浩宇，妈妈给说声，我的
乖孙呀，心疼死奶奶了。都怪这个贱人，跟他沾上边就没好事，真是晦气！赶紧给我的乖孙道歉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那个花瓶，7000万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，这笔账不会算在我头上吧？7000万，绝对不行！婉晴姐，你怎么能把事儿推到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呢？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这个花瓶我碰都没碰过。那也是你先挑衅的。今天你赔也得赔，不赔也得赔。我就明说了吧，这个花瓶就算是我打碎的，我也不用赔，因为我就是云起山庄的老板。哎，苏婉晴，我刚才听错了吗？他说云起饭庄是他的。你什么底细我们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别做梦了！再怎么样，你也比不上雨然的一根手指头。发生了什么？这谁干的？是他砸碎的花瓶。这位女士，这花瓶价值7000万，请问怎么支付？哟，苏婉晴，还真让你给猜对了。因为这花瓶就是我在国际拍卖行花7000万买的。这花瓶确实是我们老板从国际拍卖行买的，难道有2个老板？不知道姐姐是从哪儿打听来的，居然知道这花瓶的出处和价格。经理说老板姓苏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只要我帮老板好好教训这个冒牌货，老板高兴了，肯定会提拔我。这位女士，请赔偿饭庄的损失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放肆！经理，刘经理，你怎么还亲自过来了？真是麻烦你了，还跑一趟。都怪这个女人，跑到这儿来捣乱，还连累你过来一趟，真不好意思啊。谁这么大胆子敢在云起饭庄闹事儿啊？真是不想混了。就是他。你谁啊？为什么在这儿闹事儿？刘经理，连我都不认识啊。哟，苏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苏总？那他是我前夫婚内出轨的小三。7年前，我以为我找到了幸福，选择和喜欢的人步入婚姻，于是就把云起饭庄交给了你。你经营得很好。哎呦，多谢苏总信任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他真是饭庄的老板？这怎么可能？不知道。刘经理，现在你要和我交代一下，我下令清场的饭庄，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回事？是他冒充苏总骗了我。刘经理，我没有冒充啊，是他自己搞错的。苏雨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我都要被你害死了。不是的，刘经理，你听我解释。顾延琛，你不是说他和刘经理关系很好，这顿饭不用花钱吗？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真是这饭庄的老板？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我们夫妻7年的感情，难道你觉得我会觊觎你山庄的生意吗？别说这些没有用的，现在我们该聊聊赔偿的事情了。古董花瓶7000万，吃饭的花销270万，怎么支付啊？怎么这么多啊？吃饭的时候不问价格啊？婉晴姐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这都是误会。对呀，浩宇还小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？真是一出好戏啊！可惜我给过你们机会了，是你们不中用。不是那个，你就看在咱们在一起，同住于屋檐下7年，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吧。啊，过不去，7270万少一分我就报警。苏婉晴，爸妈都已经这么低三下四的向你道歉了，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且不说你们老顾家低三下四的道歉值几个钱，你们道歉我就非要原谅吗？哪来这么大脸啊？婉晴姐，我本来是不想说的，但是我见不得爸妈和衍琛受委屈，
我原本是云起饭庄的项目负责人，我比谁都清楚，这个饭庄是天辰集团董事长的，不是你的。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云起饭庄就是我的。凭什么？你就是个走后门的废物，凭什么能取代我的工作？凭什么敢自称是云起饭庄的老板？婉晴姐，这要是让董事长知道你冒充他的身份，他可是要对你失望的。聒噪！3天之内把款集齐，不然我们法院见。刘经理，我不想在这里再看到闲杂人等。对了，还有他，被我开除了。好的，苏总。刘经理，苏总，来人，把这些人都赶出去。是。哎，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！苏婉晴，离远点，再让我们看你们，打死你们！苏婉晴这个贱人，居然敢这么对我，她这辈子都别想再进顾家的门。眼琛，你是在怪我吗？雨然，我没有。我们都刚丢了工作，家里气压太低，我就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点儿。眼琛，你能理解我的，对吧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。哎呀，要是眼琛和婉清没离婚，这云起饭庄就是我们顾家的，那多有面子呀！我呸！他这个老板当的来路不明的，肯定是高大上的哪个老男人了，给我都不要。我在天辰负责云起饭庄的项目，我也不知道这董事长的饭庄怎么就成苏婉晴的了。林薇，一定是林薇搞的鬼，他们先串通好了要开除我们，然后瓜分我们的项目，坐享其成。眼琛说的有道理啊！如果苏婉晴7年前就是云起饭庄的老板，那怎么可能还靠我们家养着，过着洗衣做饭的窝囊日子？苏婉晴一直隐瞒她和林薇的关系，就是留着后手。一旦我们婚姻开始破裂，她就开始利用和林薇的关系疯狂报复我们。她现在就是在报复我们，然后踩着我们上位。我这个贱人，心肠可真够歹毒的。哼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要报仇。燕琛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要想击垮苏婉晴，得先从她的靠山下手。林薇，苏总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我负责的云起饭庄的项目，合作商那边出了点问题。有人散播天辰内部管理混乱，合作商觉得有潜在风险，叫停了合作，还有坐地起价的意思。自从我接手天辰的管理以来，从来就没出过这么大的乱子。林薇，你的能力和人品我心里有数，这次的事情多半是有人恶意捣乱。会是谁呢？之前这个项目是苏雨然负责的，他私下给了对方不少私利，私交甚深，多半又是顾家人搞的鬼。看来他们以为你是我背后的靠山，专门冲你来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天辰绝不饶你。走吧，换合作商。原来苏总你早就想好办法了。叫妈妈，妈妈。苏总，出事了！应该是城东开发区，
但公司早就拨款了，绝对不会欠居民的拆迁款。对了，这个项目原本是顾衍琛负责。又是这样，原本是顾衍琛的项目，现在交给了你，他们还真是没完了。还钱！还钱！各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因为你搞阴阳合同，贪污大家的拆迁款。林助理，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你再装无辜也没有用，赶紧把钱交出来，不然要是董事长知道了，你这助理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。我还什么钱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装蒜？为什么我们的拆迁款比说好的少了大半？今天必须给我们个交代，不然就报警。对，今天必须把我们的钱补上。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苏总，我们一起去。各位，听我说，拆迁款的事我也是刚刚才得知，请大家相信天辰集团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的。话说得好听，你也就是想拖住大家，等到开发区建成，大家也就没办法找你了。顾衍琛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，因为开发区的项目本来是该由我负责，你让财务拨了多少关，我清清楚楚，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给大家赔偿的。你胡说，资金都是按照合同拨的，怎么可能不够？事到如今，我和衍琛已经被你们设计辞退了，也没必要再帮着你们隐瞒了。你以权计私，挪用公款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苏总，我没有挪用公款。你跟他说什么？你们两个不都是一伙的吗？林助理，你走到今天也算是名利双收了，为什么要挪用公款呢？难不成是有人教唆的？我就说嘛，你怎么穿得起这身行头？他是不是把那么多钱都给你了？我天，这就是你太不懂事了！你不能因为你们夫妻的矛盾就牵扯这么多人吧？赶紧把钱退了，再去跟董事长好好解释，让衍琛和雨然官复原职。那我们顾家就得考虑考虑，让你回来。爸，就她这样的女人，跪下来求我也不要。你们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阴阳合同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，我可以告你们诽谤。这黄脸婆竟然有这种威慑力！你和林助理里应外合，早就把证据都销毁干净了，所以才这么有恃无恐。这笔资金需要过3个审批，不只要经手林薇，还要经手顾衍琛。既然没有证据，凭什么你们就认定是林薇挪用了公款，而不是他顾衍琛？据我所知，顾衍琛海外投资失败，急需资金，这笔钱正好填上窟窿。苏婉清，你胡说八道！婉清姐，别再挑拨离间了，赶紧把钱交出来！不给钱就不走。对，我们就在这儿耗着。我估计这个贱人早就把钱败光了，肯定拿不出来。几个亿而已，我当然拿得出来。几个亿而已，我当然拿得出来。只是不想便宜了某些真正贪污拆迁款的老鼠。哼，还几个亿而已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一个没有任何工作能力，全靠男人养着的家庭主妇，能拿出来几个亿？果然，拆迁款是你拿的吧？你要真有那么多钱，怎么不给我们花点呢？不像人家雨然，什么好东西都给家里人。说话颠三倒四的，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你个贱人，你敢讽刺我们？婉清姐，拆迁款应该没剩多少了吧？我听说林助理新买了一套别墅，就是拿拆迁款买的吧？我们的房子被拆了，
全家老小没地方住，你倒是花我们的钱买上别墅了，你这是丧良心！这是污蔑，我的每一分钱都来得干干净净，我住上别墅也是靠我自己的本事。污蔑，那可是白水湾的别墅，以你的身份一辈子都住不上，你敢说你的钱来得干净？那不是我买的，是我朋友送的。行啊，那你把他叫出来，我们当场对质。是我送的，是你花拆迁款送的。天辰集团的董事长送优秀员工一套别墅，还要花拆迁款，未免也太寒酸了吧？苏万强，周年宴那天你就扮演董事长，到现在还没演够是吧？赶紧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你们不是要拆迁款吗？那就让你们看清楚。衍琛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份拨款文件，这字不是我签的。白底黑字，清清楚楚，拆迁款已经发放出去了。顾衍琛，作为项目的负责人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钱去哪儿了？这怎么回事？拆迁款早就发了，是顾衍琛没给我们啊！顾衍琛把我们骗了，他拿我们当枪使啊！不是这样的，这份合同不是我签的字。衍琛，我知道了，这份文件是伪造的，他们花光了钱，没法交代，就把锅扣在你的头上。这就说得通了，这份合同绝对是伪造的。好你个恶毒的贱人，居然用这种阴招来害我儿子！老娘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！贱人，你还敢还手？顾衍琛，你妈不认识天辰的公章，你还不认识吗？还真是天辰的公章。衍琛，不对，他和林助理是一伙的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偷一个董事长的公章不是什么难事儿。雨然，你说的对。苏万强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小把戏可唬不住我。苏万强，别再给别人泼脏水了，拿着你贪污的钱赶紧给交出来，不然下半辈子我让你在监狱里过。顾衍琛，你就没想过是有人冒充你签的字吗？婉晴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诬陷衍琛不成，还来诬陷我？够了，苏万晴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在这里用挑拨离间了。雨然呢，跟你这种黄脸婆可不一样，她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，有能力有事业，不像你，一门心思只会用在歪门邪道上。我看他就是嫉妒雨然，一群蠢货。苏万晴，你又耍什么鬼伎俩呢？这笔钱是我的了。衍琛，这个视频肯定是 AI 合成的，你了解我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？雨然，我当然相信你。苏万晴，我说没说过，别再用挑拨离间的手法了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我相信我儿媳妇儿。我也一样。是谁在盗用公款？是谁敢盗用公款？周老，你可算来了，是他们。这背影怎么如此眼熟？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周老，他们不仅挪用公款购买别墅，还冒充董事长。我和衍琛差点就着了他们的道。胡说八道，明明是让他说。这声音也耳熟。
周老，我和远琛已经被开除了，按理说不应该多管闲事儿，可是他们做的太过分了。我们在天辰这么多年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天辰被他们抹黑。林威作为董事长助理，滥用职权，用阴阳合同私吞拆迁款，整个天辰集团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具备这种能力了。董事长把集团交给你，你就是这样负责的？你真让我太失望了。周老，事情不是……不必再说了。至于什么情况，虽然都给我说了。诸位，大家稍安勿躁。我今天来到天辰，就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周长言，你处理不了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直呼我的名字！你不过就是个走后门的，你当然不认识周老了。周老在天辰可是除了董事长最有公信力的人，你真是不知好歹呀！周老，不如先开除这个林威，平息众怒。林威，你被开除了。你开除不了他。董事长。什么？他竟然真是董事长！竟然真是董事长！周老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呢？他就是家庭主妇。闭嘴！不能赖我呀！我刚想说的，您不让我说。怎么可能？苏婉清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哎，咱儿媳是天辰集团董事长啊！他早知道这样，他就不该让他们两人离婚的。可是哪家的董事长愿意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7年，吃喝全靠男人？这说出去谁信呢？我说过了，是你们不信。这几位是工商局的同志，至于谁挪拆迁款的事情，您说了算，我全听您的。辛苦几位帮我鉴定一下这个视频的真假。各位，实在抱歉，这次的事情是天辰的失误，但追回欠款需要一定的时间。为了避免耽误大家，我决定先把部分的拆迁款发放给你们，剩余的会在3日之内发放完毕。好。谢谢董事长，终于拿到钱了，太好了，多亏个董事长呀！该道谢的人是我感谢大家依旧还能信任天辰。经核实，视频没有合成的痕迹，是真的。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检查错了？我儿媳妇心地善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我们的核查是绝对不会出错的。居然是雨然贪污了拆迁款！远琛，你听我解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你？苏雨然，我处处偏袒你，你竟然贪污了我的项目资金，你知道如果查出来我会是什么下场吗？贱人！亏我以为你有点本事，能够帮到远琛，没想到你竟然要害他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哎呀，打死！别忘了，我给你的顾家生儿子。我孙子跟着你，迟早要学坏。从此以后，你不许见他！打死你！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别拦着我，我要给这个贱人点颜色看看。远琛，我没想让你担着，我都想好办法了。你诬陷林威和苏婉清，说是他们做的。你跟我说你掌握了林威的把柄，原来都是你做的。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远琛，顾远琛，你又算什么好东西？你以为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？不花在你们顾家的身上了吗？你可别胡说啊！我没花你的钱。就是，我们花的是远琛的钱，你的钱没见过。全都不承认了是吧？你的翡翠镯子、项链，还有名牌包包，还有和郭太太那些礼，不都是我花的钱吗？还有你的豪车、股票、基金都是哪儿来的？这可是你自愿给的，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啊？花我的钱的时候捧着我，现在要跟我划清界限是吧？没门儿！你们不是要钱吗？都听到了吧？管他们要！苏依然，我们以为你是大好人，愿意为我们出头，
原来我们的拆迁款是被你偷的呀！还教唆我们找董事长麻烦，这顾家我看没一个好东西。就是。偷了。这关我什么事儿？我们又不知道这钱不干净啊！你涉嫌非法挪用公款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苏雨然，我们法院见。好，我不去，放开我！好，婉晴啊，既然我这个误会，把钱发给大家。没想到这苏雨然居然是这种人，谁能想到啊？你们谁啊？赶紧从我家出去啊，不然我可报警了。顾衍琛，人呢？你们找我儿子干嘛？你儿子欠我钱不还啊？赶紧把人交出来，要不你们两个老东西替他还债啊！这不可能！我儿子是天成集团的高管，工资可不少，怎么可能欠你们钱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这是入室抢劫！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少他妈跟我废话啊！告诉顾衍琛，3天之内还不上钱来，我把你们两个老东西的腿打断。走了。明月啊，快给衍琛打电话问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，衍琛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欠别人的钱呢？衍琛，爸妈呀还有点积蓄，你到底欠了多少？我们一定帮你。你们那点钱不够。哎呀，那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呀？6000万。什么？6000万！哎呀，你怎么会欠这么多钱呀？啊，这投资出了点问题，本来用天成的工资可以补上，只要我当上了总经理，这些漏洞全部都可以补上。我们就算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钱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，我要妈妈。哎呦，妈妈忙去了，过几天就回来了啊，听话啊。我要妈妈。行了，别吵了。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跟孩子吼什么？这样，我看呀，咱们呀去找苏婉清，她肯定有钱。爸，这不行，那贱人刚耍了威风，咱们就去问他要钱，那岂不是矮他一头？你们要去你们去，反正我不去。翠芬，你要以大局为重，现在除了找他，还能怎么办嘛？而且啊，他处处针对苏雨然，说明啊，他还爱着咱们衍琛。只不过呀，拉不下来求复婚。衍琛，你只要跟他去说几句软话，你这还债的事儿不就轻轻松松了吗？啊，好。云起饭庄的新合作商对接到哪一步了？一切顺利，长虹集团非常满意我们的方案，给了我们挽回的邀请函。苏总，这次多亏了你破釜沉舟，否则我们很难拿到这种级别的利润。原本以为云起饭庄的项目大，没想到起飞了。苏总高瞻远瞩，天成有你的带领，我们大家就放心跟着你干了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。苏总啊，严重了。那今天就先散会。好。苏总，我这里有个八卦，听听。说来听听。顾衍琛的资金链彻底断了，借了高利贷又还不上，都被人追到家里去了。这一次呀，够顾家那群吸血鬼喝一壶的。那是他自作自受，以前有我暗中兜底，现在他得靠自己了。你说顾衍琛走投无路，该不会来找你借钱吧？
我们已经撕破了脸，他应该拉不下脸。苏大小姐，好久不见。秦县，秦县，苏大小姐，如果我考上清北的话，你帮我实现这愿望呗？哎，等你考上再说吧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妈，喂妈，什么？我们要回北欧？你怎么不早点说？你现在知道也不晚，赶紧走吧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不是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，苏大小姐连你的合作商都不认识啊？你是长虹集团的负责人，我记得秦氏不是在海外发展吗？我们秦氏准备回国发展了。那就合作愉快。我的目的可不仅仅只是为了商业合作。哎呀，对了，苏总，我突然脖子疼，我先去挂个号看看。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苏大小姐，给个机会呗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放手！你是谁？你都已经当了小三了，你问我是谁？我是苏婉晴的丈夫。顾延琛，这里不是你发疯的地方。当初你带小三登堂入室，如今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所以呢，你跟别的男人卿卿我我，是在报复了。随便你怎么想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你走什么？心虚了？苏婉晴，我们不过才离婚半个月而已，你就已经找好了下家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敢打我？婚内出轨倒打一耙，你对得起他7年的付出吗？哼！小三儿，啊，看到了没？小三儿还是小三儿，到最后，他不还是站在我这边吗？啊！你为了他打我，顾延琛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们走吧。不准走，谁都不准走。由我带走吧。车送你了。苏婉晴，你别后悔。俩这种人，脏了你的手，还容易被割伤。秦县，我结婚了。我知道，但你不是现在已经离婚了吗？看样子你挺了解我的事情的，那你也该知道，我上一段婚姻很失败，所以暂时还不想考虑感情的事情。苏婉晴，我接受你的任何选择，但我的选择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会一直等着你。当年
北欧秦家内斗严峻，爷爷强行把我拉回了北欧，连跟你道别都没来得及说。我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，彻底掌握了秦家。一回来就想立马找你，但却得知叔叔阿姨去世了，你也已经结婚了。都过去了。过不去，婉晴，我后悔了。但我知道现在后悔没有用，当初是我放了你的官司。9年过去了，我猜你应该早都把我忘记了。但我后来得知，他娶了你，但对你不好。这些年，我知道你一直过得并不好，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回来找你了。秦仙，我没事，也需要时间。好，我会一直等你。妈，这秦家不愧是垄断北欧的大家族，这玩意果然是我。这得花多少钱呀？就算没有苏婉晴，我也能找得出。只要秦家能从指缝中露出一点变化，我不仅能安然无恙地把债还上，我们还能飞黄腾达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哎，你好，美女。秦家在北欧稳坐商圈，怎么突然回国了？人家这叫衣锦还乡，发达了之后，自然就想起这帮父老乡亲了。各位，今天晚上秦家的投资，我可就不客气了，咱们各凭本事。有天辰在呀，各凭本事，恐怕也难有胜算。天辰来了。这是谁家的大小姐？原来怎么没见过呀？我也没见过，气质不凡，肯定不是小门小户出身的。这个贱人怎么在这儿？苏婉晴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知道我今天来找秦家合作，专程跟过来的吧？神经病，让开！口气还真大呀！你那个姘头呢？怎么不带过来让大家看看呀？贱人，你还敢背着我儿子找野男人，你要不要脸呀？婉晴，我们顾家哪一点对不住你啊？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演完了吗？到底是谁婚内出轨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别玩清者自清的把戏了，这里可没人信你。就是你不守妇道，勾三搭四，还诬陷我儿子，我看你今天就是故意来捣乱的。朋友们，要是因为他惹怒了秦家，大家都会受到牵连，谁也承受不住秦家的怒火。就是啊，想想清楚啊！我家公司还要靠着秦家救命呢，可别耽误我。就是，别连累了我们。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们要赶谁？你们要赶谁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嘿呦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这个奸夫还真敢出现啊！又是你，离婉晴远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摆什么谱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秦家的晚宴，像你这种见不得光的小白脸，赶紧出去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收了这个小白脸的钱？快放开我儿子！放开！放开呀，你们！哎，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们可是贵客。这位贵客，你手里的邀请函好像是假的呢。你凭什么说邀请函是假的？查一下他们邀请函，假的就全部丢出去。是。邀请函是伪造的，仿造的痕迹很明显。不可能！凭什么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这。秦总啊！我的天，他居然是秦家新任董事长秦宪。他们几个当众诬陷秦家董事长是小三儿，今天他们算完喽。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，秦总。哎呀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吧。我都听苏小姐的。既然邀请函是假的，他们就不该在这里。不是，婉晴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。难道你自己没点错吗？要不是你掩盖董事长的身份，我们怎么会受苏玉然的骗？你如果早点帮衬着，衍琛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吧？我看这顾家是走投无路了，不会是想赖上苏总吧？当初苏总身份刚曝光的时候，他们就去云起饭庄碰瓷儿去了，这回又闹到这晚宴上了，哎，太难看了。要是苏婉晴早点表明身份，稳固我在天辰的地位，我何至于欠的一屁股债啊！啊！你就是故意想看我落难，想要报复我。就是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他但凡讲一点情面，衍琛也不会被人追债，我们顾家也不会被人笑话。顾衍琛，你欠债是因为你海外投资失败、贪心不足造成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我妻子，前妻子。还是天辰的董事长，你就该帮我。从我们离婚的那刻起，我就没有任何义务再为你的错误买单。你们顾家也不配跟我提情分二字。顾先生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妄图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一个女人身上，这就是你们顾家的家教。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你不过就是个趁虚而入的第三者。第三者？我跟婉晴认识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倒是你，婚内出轨，让小三儿登堂入室，这些事情，需要我再一一说一遍吧？婉晴，都是衍琛的错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好歹你们夫妻一场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毁了呀！啊！你现在知道求我了，当初你们顾家是怎么对我的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顾先生，还有顾太太，我劝你们还是识趣一些。晚宴马上开始了，你们是继续在这丢人现眼，还是现在就体面的离开？带走。哎呀，你们不能这样！苏婉晴，几个亿对你来说九牛一毛，救衍琛一命怎么了？要不是你当初瞒着这个董事长的身份不说，我们怎么能被苏玉然骗得团团转呢？是啊，婉晴，你就当行善积德，帮衍琛把债还了吧。当年你那么喜欢他，为了他连公司都可以放，现在怎么这么狠心啊？苏婉晴，你明明有能力帮我，却故意选择隐瞒，看我笑我。我能走到今天这步，你难辞其咎。今天你要是不救衍琛，我就不起来。你，当初我为了顾家付出一切，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？现在还有脸来求我？撒泼打滚没有用，全部带出去。婉晴，你
你就算看在夫妻情分上，帮衍琛这一次吧，我们保证再也不打扰你们。我早就和顾家恩断义绝了。我早就和顾家恩断义绝了。苏婉清，你明明有能力帮我，却故意选择隐瞒，为了看我晋升低三下四，就别怪被辜负。顾延琛，你真的以为我没有帮你吗？不然呢？啊，我走到今天经理这个位置，都是我这些年的努力，还有雨然在背后帮我。你什么都没帮过我，就别怪我对雨然动心。能把婚内出轨说得这么迫不得已，顾延琛，你也真是没救。衍琛说的没错，你是董事长，是有钱人，却不帮衬自家人，我看你就是瞧不起家里人。哎呀，好了，都冷静点啊！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。婉晴啊，你也别说什么恩断义绝了，你不看在我们面上，你也考虑考虑你和衍琛的孩子嘛。天哪，苏总隐退这7年，不仅结了婚，居然连孩子都生出来了。不过这顾家拿孩子绑架，是不是也太缺德了？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按照顾家的话来说，苏总虽说家大业大，但是对家庭却毫无贡献，也不占理。苏婉清，是你对不起我。顾衍琛，你真是不知好歹。你拥有的一切，全是苏总给的。顾衍琛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得到的这一切，跟他苏婉晴有什么关系？你的确是名校毕业，有几分本事，但这种条件对于海城来说，满大街都是。天辰作为海城的龙头企业，多的是人才想挤破头进来。你好好想想，你刚入职就接触到了核心项目，顶级高层培养你，半年就爬到了组长，1年升了主管，2年就成了经理。要不是你忘恩负义，彻底伤了苏总的心，上次庆功宴，你早就晋升总经理了。这不是雨然在背后帮我运作的吗？就凭个副总，你手里的项目他这辈子都够不到的，你凭什么认为他能带着你步步高升啊？不是苏雨然的功劳。哎呀，我们为了苏雨然，竟然把有功的儿媳妇赶出家门。苏总做了这么多，结果换来了什么？小三和私生子登堂入室，被造谣辱骂，被赶出家门，甚至就连试管来的孩子都被偷偷换成了小三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顾家人多委屈，苏总才是倒了血霉。苏婉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顾彦琛，我曾经真心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。彦琛，辛苦了，先休息会儿。不行，我呢，要努力工作，给你一个稳定的未来。生日快乐！我的病可能好不了了，你找个好人嫁了吧，我不想拖累你。你怎么会拖累我呢？这辈子除了你，我谁也不嫁，我永远也不会和你分开。你为了工作熬垮了身体，却又在乎自尊，我只得隐瞒身份，暗中扶持你，却没想到你越走越高以后，最先抛弃的是我。我放弃了董事长的身份，精心照顾家庭7年，在你们眼里就是白吃白喝，毫无贡献。顾彦琛，既然你忘记了曾经对我的承诺，那我也收回我给予你的一切。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。把他们赶出去。婉清，婉清，
婉晴，婉晴，婉晴，都没事了。顾衍琛，我总算是找到你了啊！你们干什么？现在可是法制社会，放开我儿子！妈，东西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啊，法治社会要还钱啊，欠债还钱啊！啊，大哥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还你们。又要宽限你几天，是不是？我每次都要宽限你几天，你是不是在耍我啊？就今天还不上钱，我把你这两个老东西腿打断！啊！我儿媳妇是天成集团董事长，她有的是钱，肯定能还你们的。没错，我们家不差钱，你先放开我儿子！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儿子不是跟天成集团的董事长离婚了吗？啊，好像还结仇了啊！你让人家替他还钱，你们怎么想的嘛？啊！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啊！你们想什么呢？啊，老子不打小孩啊，但是子债父偿，顾衍琛腿打断！啊，不，别打！儿子！衍琛啊，该吃药了。快喝吧，医生说你伤得很严重，可能会留下永久性残疾。这可是我托了很多关系才搞到的偏方，肯定能治好你的。乖，吃点啊。是啊，你年纪还这么轻，你可不能成为瘸子呀！现在他不说话也不吃饭，你说干嘛要这么折腾自己嘛？要不再去求求那婉晴吧，她这心病啊，总要心药医。咱们那么对他，他会来吗？那也总比等死强吧。哎，爸爸，你好了，让你爸爸好好休息休息吧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只喜欢婉晴阿姨。哎呀，好，你小年纪就知道挑拨离间，是谁教你的？妈妈说了，只要怪婉晴阿姨，什么错事都能做。这个苏雨然就是这么教小孩的。喂，大楼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我这儿做什么？苏大小姐，给着面子呗，下来看看我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个面子，来找我什么事儿？婉晴，我刚刚梦到我没有分开把你，我害怕你跑了，
谁来查庄了？怕什么？我父母的基业在海城，我跑不了。对不起，当年是我失约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秦仙，我们试试吧。文清，文清，你刚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，能不能再说一遍？啊，我说，秦仙，我们在一起试试。好，太好了，婉清。你冷静点儿，别把我摔了。慢点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没事。婉清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就在这说吧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有什么不能当着我面说？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？顾延琛，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和谁在一起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婉清，婉清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求你，你别跟他在一起，我们回家，我会好好补偿给你，我们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。曾经的苏婉晴需要这些浪子回头的承诺，但现在的我不需要。婉清，你别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。没什么事儿，你先走吧。别！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明明你以前那么爱我，可我自己却不懂得珍惜。对不起。不重要了，就这样吧。眼琛，眼琛，没事就好。你吓死妈妈了。婉清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就原谅眼琛吧，他不能没有你啊。是啊，婉清，我们都后悔了。只要你跟我们回去，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啊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你们不懂得珍惜，最后有人爱护他。秦总，求求你放手吧！眼琛现在离不开婉清，你也不忍心看着我们这个家散了吧？顾延琛，如果你还念及我们以前的感情，就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婉清，我后悔了。婉清，妈求你了，妈给你跪下了，你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啊！走吧。婉清，婉清，婉清，延琛，辛苦了，先休息会儿。不行，我呢要努力工作，给你一个稳定的未来。以后，苏婉晴和我再也没有关系了。